欢迎收听《生命的光》。上期节目我们聊了全球基督徒互助的一些模式，还有社会影响。那今天呢，我们要来深入聊聊基督教这种很强调互相帮忙的文化，它的圣经根基到底是什么？从那些古老的经文里来看看这个信仰实践的核心是怎么来的。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挖一挖这些经文是怎么塑造出这种持续到今天的互助行动力，还有啊，这对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意义？听起来啊，好像一切都绕不开耶稣说的那两条最大的诫命吗？没错，核心就是马太福音里面讲的爱上帝跟爱人如己。但这真的不只是口号啦，更像是行动指南。而且这个根基，其实在旧约很久以前就打好了。创世纪一开始就提到，上帝帮人设立了帮助者，这就点出来，人本来就是需要互相依靠的嘛。哦，一开始就有这个概念。对，后来那个该隐问说：“我哪是看守我兄弟的？”这句话反而变成一个反面教材，意思就是说，看顾别人其实是一种责任。了解，所以从一开始就暗示了这种责任。那旧约里面有没有更具体的规定啊？比方说像现在社会福利那样的。有啊，立位记里面规定的还蛮细的。比方说有个田角遗落率，就是要求农夫收割的时候，田边边角角的作物不能收光，不能收光。对，要留下来给穷人还有外地来的人。你看，这就是直接把信仰跟经济上的互相帮忙绑在一起了。而且是强制性的耶。是啊，要求大家分享资源嘛。还有啊，爱人如己这句话最早也是在立位记里提出来的，而且要求的爱是要超越血缘跟自己族群的哦。哇，这听起来真的很像早期的社会安全网哎，不只是嘴巴说说的爱，还要拿出实际行动来帮忙。对啊，没错。而且你看，诗篇还有先知书就不断在喊话，要大家用公义跟怜悯去行动。以赛亚书就很直接，要求大家要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还要帮孤儿辩护。这就很清楚了，你的信仰不能只是放在心里，一定要有具体的行动去帮助那些弱势的人。到了新约，这种互相帮忙的精神，好像又被耶稣带到一个新高度了。他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吧？当然，耶稣自己就说，你如果帮助那些最小的弟兄，就是那些最不起眼、最需要帮忙的人，就等于是坐在他自己身上了。哇，这下子帮助弱势的人就变成一件非常有价值、很神圣的事情了。还有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哎，这个故事我印象很深，好像重新定义了谁才是我们该帮的邻居。对耶，这个比喻超关键的。你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啊，犹太人是很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有听说。耶稣却故意用一个撒玛利亚人当做好榜样，直接打破了种族跟宗教的墙。他清楚地告诉大家，邻居就是任何需要你帮助的人，不管他是谁。这一下子就把爱人的范围扩大超多了。这真的很颠覆当时的想法。还有他给门徒那个新命令，要大家彼此相爱，而且是要学他那种愿意牺牲自己的爱。这个标准就更高了，不只是尽义务而已，是要一种愿意牺牲的爱。这种爱后来在最早的教会里，真的有人试着去做。使徒行传里面就有记载啊，他们试过大家的东西一起用，凡物公用。真的假的？这么彻底？虽然可能，只是一个实验了，但也看得出来那种很强的我们是一家人的感觉。后来为了让资源分配更公平，还特别选出了执事。哦，执事。对，就是专门来处理这些资源分配、照顾大家需要的人。这就可以看到啊，他们是从一个想法慢慢发展出一套做法、一个制度。保罗写的那些信里面，好像也常常讲到信徒之间要互相支持。对，保罗用那个身体跟手脚的比喻讲得很生动。他说大家就像一个身体上的不同部位，一定要互相服侍、互相分担重担，像一个团队一样。没错，只要有一个部位痛，全身都会不舒服。他就是要强调
互相帮忙是维持整个团体健康运作下去不能少的东西。约翰一书讲的好像更直接、更狠一点。没错，超直接。约翰一书就毫不客气地说，爱不能只用讲的，一定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做出来。行动证明一切。就是说，如果你看到弟兄姊妹很穷很困难，却假装没看到，不帮忙，那根本就不是真的爱上帝。行动才是检验你是不是真爱的标准了。了解了，听起来从旧约到新约，这条爱上帝、爱邻舍，而且要动起来的线索非常清楚。那这种根深蒂固的信仰是怎么走出教堂，变成影响世界的行动，甚至形成我们现在也认同的一些普世价值呢？这就是一个从信仰内部的实践慢慢扩散到外面的过程。你看，全世界有多少医院、学校、社会服务机构是教诲版的？像天主教的医疗体系、基督教青年会 YMCA 这些，对，很多耶。他们提供了很系统化，不是为了赚钱，而且是长期持续的服务。尤其在很多政府力量比较难达到的偏远地方，或是针对比较弱势的群众，教会的这些服务就像社会的毛细血管一样，深入很多角落。这不只是填补了公共服务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他在做的过程中展现了某些大家都认同的价值。比方说，你看发生大灾难，像南亚海啸那时候，不同宗教背景的救援组织，大家目标一致，就是救人要紧，就一起合作了。跨信仰合作。对，或者有些跨信仰的食物银行，他们的共识是不能让任何人饿肚子，这是对人的基本尊重。这些行动就证明了，就算信仰不同，还是可以在人道关怀这个基础上一起做事，找到共同点。还有观念上的影响力吧，感觉不只是行动。有哦，像是推动社会企业这个概念，把做生意跟社会责任结合起来，其实也影响到现在大家常讲的 ESG， 就是企业要注意环境、社会还公司治理。哦，原来跟 ESG 也有关。还有，从历史上看，推动废除奴隶制度，到现在关心难民的权益，背后常常都有一个神学观念在支撑，就是每个人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这就转变成了支持普世人权的一个重要力量。所以说，这种影响力是从信仰出发没错，但它的效果和那种道德上的感染力，已经超越了单一信仰的范围了。就是这个意思。透过实际的服务成果，还有那种爱跟公益的伦理感召力，把这种精神一点一点地注入到社会里面，也为我们怎么去面对全球性的问题提供了不同的思考角度。好，我们今天这样一路看下来，发现基督教的互助文化真的不只是做慈善这么简单，它深深地根植在从旧约到新约的圣经教导里，从爱人如己的命令，到耶稣牺牲自己的榜样，再到初期教会那些具体的实践。这种由信仰推动的行动，后来又转化成全球性的社会服务，甚至是跨越不同人群的合作桥梁。这真的让我们看到信仰是怎么样可以转化成改变世界的力量。那接下来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面对未来科技越来越深入我们的生活，如果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 AI 有没有可能成为人类的精神伴侣？这会不会引发一些新的伦理跟神学上的讨论呢？这个问题就留给你继续想一想。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下一期我们就要来深入探讨，从基督教视角分析 AI 作为人类精神伴侣的可能性。